早上的還讓不讓人好好睡覺了？蔡飞是吧？你涉嫌盜墓，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調查。盜墓？你們是不是搞錯了？我雖然寫過盜墓小說，但我沒盜過墓啊！我當巡探幾年，還是第一次見到你這麼囂張的盜墓賊，真是無法無天了。帶走。請。我是個穿越者，穿過來以後毛能力沒有，好在這個世界沒有古墓探險小說，我的小說一經問世，就引起了巨大的反響。可是這些和古墓有毛關係？寫小說就是盜墓賊。你寫的小說真的都是你的親身經歷嗎？叶先生，你真的去過龙嶺的唐墓嗎？不會在龍嶺真的有一座唐墓被挖出來了吧？著名小說作家、盜墓流鼻祖蔡飞今早被巡查司带走，疑似涉嫌古遗迹盜掘一案。作家蔡飞今晨被抓，所著古墓小說疑似親身經歷。蔡飞，都到了這裡，說說吧，你是怎麼盜取龍嶺唐墓的？我真不是盜墓賊啊，我就是寫過一本關於龍嶺唐墓的小說而已。小說？你還真是不見棺材不落淚。小李，把東西給他看看。是。我尼玛，不会这麼巧吧？已經1個星期了，不能再這麼拖下去了。今天必須盡快拿出一個合理的進山方案。老師，最近接連下雨，山體都很脆弱，如果貿然種山，一旦遇到山體滑坡造成傷亡，這責任我們承擔不起啊。唉，我也理解，我們從拿到那張地圖已經過去1個月了，我擔心再拖下去，我們又會錯失一個研究古文化的機會。陳教授，我想有一個人，他或許能幫上我們。誰？你說誰？就是蔡飛，你們知道吧？你說的是那個寫古墓小說的作家，今天早上被抓起來的蔡飛？小黎啊，你說他能幫上我們是什麼意思啊？陳教授，這個蔡飛是個作家，他寫的古墓小說很真實，很多人都覺得他寫的根本就不是小說，而是他的親身經歷。哦，还有这事儿？当然，陈教授，你看今天的头版头条全都被这消息給佔據了，而且我還發現了他的新小說，你看看就懂了。這會不會是巧合？後面的內容呢？這是他的新小說，只連載了幾章，然後就被抓進去了，所以我才說他一定能幫到我們的。王岩，你抓緊時間聯繫一下巡查司，我要和蔡飛通話。好。你好，我是考古队王岩，想聯繫蔡飛。王教授，這事情我需要上級請示，您暫且等等，有消息了我會立刻打給您。我都說了，我真不是盜墓賊，你們就放了我吧，我還得回去更新小說呢。之前你說的我可以相信，不過這個你解釋解釋吧。這不是我昨天新書的開頭嗎？怎麼了？我尼瑪，不會這也撞上了吧？不會前世那兩個寫小說的家伙真去盜過墓吧？自己這是撞槍口上了。這次你該怎麼解釋？難道還是巧合？你也看了，我就是寫了個開頭，這和我是盜墓賊沒有什麼關聯吧？還想狡辯？剛剛考古界的王教授打電話過來，他們找到了一座古墓，也是通過一張地圖找到的，而且周圍的位置和你描寫的位置一模一樣，你還敢說你沒去過？得，中了，又特中了，上哪兒說理去？那倆貨絕對來過這裡啊！現在給你個機會，目前那裡一直在下雨，你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或者捷徑攜帶設備翻山過去？只要你說出來，我算你立功。丁，檢測到系統開啟的必要條件，覺醒指點考古系統。只要指點考古隊，便可以獲得系統獎勵。首先，我明確一點，我不是個盜墓賊。其次，我說過，我雖然只是寫小說的，但是為了內容更加真實，我甚至花了很長時間去研究傳統文化。如果你說的考古隊真的遇到了麻煩，找不到具體位置，我願意幫忙。你這是打算戴罪立功了？我無罪，
何來戴罪立功一說？我只是單純的想幫幫忙而已。您好，您就是陈教授吧？蔡先生，咱们開門見山吧。我們現在非常着急，希望您能幫助我們進山。陳教授，我也不確定能不能幫得上忙，只能試試。不管如何，能幫到我們，我就感激不盡了。陳教授，你們那裡應該有無人機吧？能繞着附近轉轉嗎？我想實地看看。王岩，快照蔡先生說的做。等等，讓無人機停下，讓無人機下降。好的。這兩座山竟然不是挨着的。讓无人机順着水道往前再看看。這裡竟然有個水洞，之前怎麼沒發現？快繞到山後面，看看後面是不是有出口。老師，真的有出口，那水洞貫穿了山體，我们可以走水路了。太好了，有了這條水洞，我們就可以把器材運過去了。太棒了，我們終於可以進山了。丁，指導考古隊尋路成功，獎勵麒麟血脈。蔡先生，真的太感謝你了。陳教授，雖然這水洞是禁路，但屬於寶地之內的藏污納垢之處，貿然進去很可能會遇到危險。我建議你們先在附近打聽一下，再進去也不遲。放心吧，這種事情能信，但也不能全信。不過還是感謝你啊，蔡先生。我這忙也幫了，我什麼時候能離開啊？你的嫌疑還沒有完全解脫，按照規定，我們可以將你扣押24小時，如今才過去3個小時而已。好吧，那我先睡一覺。王岩，你找個人去附近打聽一下這個水洞的消息。好的，那我安排人去做。老師，陳教授，不好了！慌慌張張的，像什麼樣子？老師，真的不好了！你不是讓我們去問水洞的消息嗎？我們打聽到了。小黎啊，慢慢說，到底怎麼回事啊？我和張揚去附近村子裡打聽，據村裡人說，那水洞會吃人。胡鬧！王岩，你先別生氣，小黎他們也是聽附近的村民說的。小黎啊，你說說，附近村民為什麼都這麼說啊？總要有個緣由吧？據村民說，這水洞內藏着寶貝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都想進去尋寶，所有進去的人就再也沒出來過。陳老，不好了，我們派進去的小戰士都失聯了。張隊，怎麼回事？說說具體情況。他們剛進去，一切正常。後來，對講機裡傳來一陣古怪的聲音，然後這倆人就聯繫不上了。會不會是沒信號了？不可能，我們配備的對講丘能在地下500米的深處通話，防水防火。最關鍵的是，信號沒有失聯，但是卻沒人接聽了。莫非這水洞真的能吞人不成？陳老，您看，現在該怎麼辦？不管裡面的人怎麼樣，先進去救人。好，我這就去安排。陳教授你好，我是主播冰冰，我們想做一期考古直播，上面應該和您打過招呼了吧？這個自然沒問題，只要不干擾我們的工作就可以了。不好了，陳老，又出事了。怎麼了？我們去救援的人也失聯了，不是有繩子嗎？趕緊把他們拉出來啊！拉了沒用，繩子像是被什麼東西咬過，斷了。走，出去看看。陳老，現在怎麼辦？要不要繼續派人進去救援？不行，不能再貿然派人進去了，先用無人機搞清楚裡面的情況，再想辦法救援。好的，老師。快看，是那些小戰士！怎麼會這樣？靠近一點。好。陳老，這到底怎麼回事？那些小戰士怎麼會好端端的全都暈倒在了那裡？會不會被嚇暈的？這種幽閉的環境容易讓人產生幻覺。不可能，他們都是我帶出來的，不至於膽子那麼小。老師，要不我們找蔡飛吧，他興許會有辦法的，畢竟他說過讓我們小心的。胡鬧！這蔡飛就是個寫小說的，
他能有什麼好辦法？好，聯繫蔡飛吧，也許他真的有好方法也說不定。我說，你們還有完没完了？考古队出事了，现在需要你的幫助。他們是不是進水洞了？你知道那水洞裡有什麼？你別誘導我行嗎？我哪知道那水洞裡有什麼？我又沒去過。那你怎麼知道他們進去以後一定會出事？不是說了嗎？那水洞的磁场很不好，而且如果那些村民說的是真的，這水洞裡恐怕死過不少人，普通人進去不出事兒才怪了。蔡飛，這間房間的視頻監控已經和電視直播對接了，陳教授那裡想要和你通話，你沒問題吧？我去，你怎麼不早說？自己剛剛做夢的身體的反應要是被看到，那可真是尷尬到姥姥家了。好，當然沒問題，救人要緊。小蔡啊，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。陈教授，客套的話就先不說了，趕緊說說具體的情況。好好，來，張隊、李朵隊就到這裡。王岩，小蔡，怎麼樣？有辦法嗎？情況有些複雜，我看了視頻，這水洞應該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而是一條盜洞。盜洞？怎麼可能有這麼大的盜洞？普通的盜墓賊自然無法做到，但挖這洞的應該是官道。參與人員在事情完成後，最後估計都留在了這水洞裡。還有那些爬洞的黑影，恐怕都是變異蟲，蟲子失血，必須要盡快救援，否則那些小戰士都有生命危險。胡說八道！什麼遺骸聚集地，什麼變異蟲？你說這些，我怎麼從來都沒聽過？這位大叔，我現在沒時間和你爭論，救人要緊。可是，蔡先生，我們進去了以後，會不會和他們一樣莫名其妙的暈倒？你之前說，聽到鈴鐺聲以後，那些隊員就沒了聯繫。我猜，這鈴鐺的聲音應該是讓他們產生了幻覺，所以你們進去前一定要戴上耳塞，做好充足的準備。你確定嗎？沒有絕對把握，但時間真的不多了，去晚了恐怕剩下只有一具具白骨了。你們倆帶上人，全都帶上耳塞和裝備，和我進去救人。是。隊長，那裡有個大個的。陳教授，蔡飛之前說這是一條盜洞，您怎麼看呢？沒錯，四壁光滑，古圓近方，是典型的盜洞挖掘方式，錯不了的。這麼說，蔡飛的猜測是正確的，這真的是一條官道挖的洞。唉，不得不說小蔡的眼力獨到，連我都不得不服啊。叮當叮叮當，啊！叮叮叮。小黎，快把這段聲音錄下來，發給技術部門，讓他們以最快速度研究一下這聲音的頻度。好的，老師。蔡先生，您是怎麼猜測到這聲音有問題的呢？聲波武器知道吧？特定的頻率會讓人產生不同的反應，人在120分貝的噪音下就會感覺到強烈的不舒服，當噪音達到150分貝，就會出現鼓膜破裂、聽力失常，導致精神恍惚。所以我猜這鈴鐺的聲音應該是處於一種特殊的頻率，能夠瞬間將人催眠，才會讓那些戰士在沒有任何反抗的情況下暈倒。陳教授，我把聲音發過去了，他們初步研究了一下，這鈴鐺聲震動非常特別，將聲音去雜後，20隻小白鼠有15隻直接睡着，3隻耳膜破裂，2隻沒有反應。這個蔡飛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要是能把蔡飛拉到考古隊來，那對考古隊來說肯定是一大助力。快看，是他們！給老子弄死這些蟲子，把人給我救出來！隊長，那裡有個大個的。
快快快！醫護人員呢？快來處理，趕緊送醫院！不行，不能送醫院，他們中了毒，堅持不了那麼久。蔡飛，你難道還懂醫術？我並不懂醫術，但那些蟲子常年以殘骸為食，體內積累了大量的毒素。現在最重要的是趕緊把毒拔出來。拔毒？蔡飞，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，生死攸關吶！該說的我都說了，信不信由你們。蔡先生，我叫李朵朵，是你的粉絲，你一定知道该怎么拔毒吧？古人有云：谷者食也，日出岁生，日西岁落，受天地浩然，正阳者也。所以用糯米拔毒是最有效和最簡单的方法。老师，人命關天，一旦耽誤了出問題，我们都要被追責的。而且這荒郊野嶺的，去哪兒糯米啊？陳教授，我車裡有糯米，一邊送醫院，一邊用糯米拔毒，這樣就不用擔心了。朵朵，你車裡怎麼會帶着糯米呢？那個，我喜歡吃，所以平時都會帶着的。那行，立刻安排人送他們去醫院，路上用糯米給他們拔毒試試。好的。這個李朵朵有點意思。這糯米拔毒誰想出來的？靠譜嗎？上面讓我們做的，我們照做就是了。啊！有用，竟然真的有用！快，拿新的糯米來！王爷是小牛犊子大小。老師，您見過這種東西嗎？從未見過，聞所未聞，慚愧啊！我的天，這東西居然真的存在！這種生物也是你在書裡了解到的？當然，我之前去鄉下遊歷曾見到過一本筆記，那裡面就有關於這蟲子的記載。真的？當然是真的。到了現在，你不會還懷疑我是盜墓賊吧？我要是有點證據，早把你銬上了。那你慢慢找，我等着。你們最好小心一點。如果我猜的不錯，水洞裡的鈴鐺聲應該就是從這些蟲子身上插出的。而且，你們看它的尾部，好像和其他蟲子不同，很可能被人為改造過，還是趕緊處理掉的好。怎麼可能？按你這麼說，這蟲子豈不是活了千百年了？按照我的了解，以古人的水平想改造一隻蟲子，這似乎有點天方夜譚吧？哎，你們還別小看古人，古人的很多東西就連現在人恐怕也做不出來。比如自己能動的木牛流馬，魯班做的飛鳥沒有動力，卻能在天上飛幾天不落下來。你們說現在的人能弄得出來嗎？那個李朵朵是吧？蔡飛，對，蔡老師，我是李朵朵。感謝你的糯米，估計應該能救那些人一命。那個沒什麼的，就是趕得巧而已。那個，剛剛我說的話你信嗎？信。那好，你去給他們證明一下。啊？怎麼證明？很簡單，去找一把鐵鍬，把蟲子肚子和上身連接的地方切開就行了。啊！這裡面真的有東西！不好，小心！這蟲子真的是人為改造的。這是一套完美的共生系統。蟲子吃下的東西成了蜈蚣的食物，蜈蚣餓了就會晃動鈴鐺，催促蟲子進食。就像你養了隻貓，貓餓了就撓門，你聽到撓門聲就給它餵食。蟲子就是那個鏟屎的，蜈蚣就是那隻貓，兩者共生。不可思議，古人的智慧真的遠超我們的想象。大家都休息一下吧，過會兒我們進水洞，直接進山。啊，還去啊？那些蟲子怎麼對付？蔡飛不是說那些蟲子嗜血嗎？一會兒買點豬血回來，到時候用豬血引開那些蟲子就行了。哦，好吧。小蔡，這次真的多虧了你了，我替考務隊和那些小戰士們，謝謝你。陳教授，您太客氣了，能為考古出一點力是我應該做的。不過，我還是要提醒一句，水洞的恐怖之處，你們只看到了冰山一角。如果你們執意要走水路，最好弄點黑狗血隨身帶着。這又是為什麼？陳教授，
您就別問為什麼了，原理我也不懂，都是書裡看的。反正帶一些在身上總沒有壞處。可是這黑狗血還真不好去弄。李朵朵，你是不是有什麼想說的？陳教授，我車裡正好有一罐。那个，我其實好吧，我承認，我都是看了蔡老師的書，所以就把書裡那些東西都買了一些。多多，你可以啊，說吧，你還有啥？黑驢蹄子、黑狗血、朱砂、糯米、桃木釘，還有一面八卦鏡。蔡飛，你讓他們帶着黑狗血，是不是還有什麼發現？沒錯，還記得第一段影像裡一閃而過的白影嗎？怎麼說呢？那個地方這麼多年遺骸太多，可能會形成特別的磁場。我擔心裡面會有什麼我們無法解釋的物體。這麼說來，陳教授他們很可能還會有危險。這我哪知道？大家看到了吧？這裡應該就是蔡飛所說的遺骸堆積地了。老師，就算這些古事是真的，那也只能說明蔡飛對歷史有研究，不能證明他說的磁場、黑狗血那套有用，這是兩碼事兒。我怎麼越來越覺得那個蔡飛恐怕還真是個盜墓賊。蔡飞說的黑狗血怎麼用啊？不，這不是什麼玄學，可能是二氧化碳濃度超標導致的集體中毒。蔡飛，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？現在怎麼辦？李朵朵，快用黑狗血潑他！對，黑狗血。朵朵，快啊！他過來了！我這是怎麼了？我超威，我剛剛差點開槍殺死自己！都別愣着，趕緊走！切記千萬不要回頭，趕緊跑！陳老，剛剛到底怎麼回事啊？恐怕這得問小蔡了。剛才那個類似於一種磁場，你們受到了磁場影響，就像是被催眠了一樣，才會做出反常的舉動。幸虧李朵朵暫時破壞了磁場，才讓你們回過神來。還真是世界之大，無奇不有。我好像真的錯怪他了。朵朵，你可真是我們的幸運女神啊！其實我當時也嚇壞了，要不是葉老師提醒，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但是葉老師說的肯定是對的，我就是信他。對，還是葉老師厲害！感謝葉老師！葉老師，等回去了，我直接買100本你的小說。領導，考古隊暫時應該沒啥麻煩了，我能回家睡覺了嗎？我快困死了。上面已經批准了，你可以暫時回家。這次的事，你確實幫了大忙。這可怎麼辦？繼續寫，到時候恐怕更解釋不清了。可不寫，還有點做賊心虛的感覺。老師，這張地圖印製的年代太過久遠，如今這裡的地形變遷太過嚴重，根本就找不到地圖上標記的位置了。要是這樣的話，
那我们不是費那麼大的力氣過來了嗎？水友們，由於山川地貌的改變，考古隊得到的古代地圖已經無法和現在的地形匹配，考古隊正在想辦法。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為止，大家明天見。還找什麼？直接找葉神啊！反正葉神去過，肯定知道地方。嘤嘤嘤，我不管，我不要看小說了，我要看實地視頻。直接請葉神出山吧，我去號召一下，看看咋樣。我去，這群家伙真是看熱鬧的不怕事煞，非要把我送進去不可啊！鐘會長，這麼晚了，您還沒睡啊？老陳啊，接電話這麼快，看來你那邊的工作不是很忙吧？哎，鐘會長，現在的確出了一些狀況，不過再有幾天，我們肯定能順利找到古墓的。老陳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是現在的經費真的有限。鐘會長，我總覺得這古墓肯定不簡單。再給我一點時間。老陳，經費池已經見底了，明天中午你再拿不出結果，我就把資源調到別的項目上了。2天之內，我一定給你答案。好，一言為定。